你每天洗澡后是不是习惯掏掏耳朵呢？到底是谁教你洗完澡要清耳朵？另外，我们也要揭开一个长久以来的迷思，你可能一直搞错自己鼻塞的真正原因。每当洗完澡，耳朵有点湿漉漉的，不少人就会顺手拿起棉花棒，在耳道里旋转、跳跃几下，仿佛这样才能把水吸干，还自觉特别爽快。但是你知道吗？在耳鼻喉科医师眼里，你手中的棉花棒可不是什么清洁神器，而更像一根随时可能刺向耳膜的长矛。洗完澡用棉花棒掏耳朵，究竟是通往天堂般的享受，还是踏进急诊室的门票？我们马上来揭晓真相。首先，我们得了解耳朵的构造和耳垢的秘密。耳朵的外耳道其实非常娇嫩，里面覆盖着薄薄的皮肤和细小的绒毛，而耳垢俗称耳屎，正是耳朵自我保护的重要工程。耳垢由耳道的皮脂腺分泌，混合脱落的皮肤细胞和灰尘形成，带有淡淡的酸性，内含酵素和抗菌物质，能抑制细菌与霉菌滋生，还会黏住空气中的灰尘，甚至小昆虫，避免它们跑到耳朵深处伤害耳膜。可以说，耳垢是我们耳朵的天然防御盾牌。既然耳垢这么有用，为什么我们总想着要挖掉它？原来，人类对清洁的执着有时会走向反面。我们以为挖耳朵是在清洁，其实往往是把耳朵的保护层给破坏了。事实上，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耳朵根本不需要刻意清理。你没听错，耳朵其实会自己清洁。外耳道的皮肤有一种奇妙的自我清扫运输带功能，皮肤细胞会从靠近耳膜的地方逐渐往外生长移动，慢慢的将耳垢推向耳道口。平常我们张嘴吃东西、讲话时，下颚的活动也会帮助耳垢松动并移出耳道。所以，凡是你自己用手指或棉花棒挖得到的耳垢，其实都会在日常生活中自行掉出来，根本不需要你去挖。至于那些你挖不到的深处耳垢，就更不能乱挖了。只要外耳道没有受伤或感染，耳垢会在你不知不觉中被身体自动运送出耳朵，就像机器自动带走废料一样神奇。知道了这些，再回头想想你耳朵里的那根棉花棒，每次你伸棉花棒进耳朵里掏啊掏，自以为是把脏东西清理出来，但事实可能正好相反，棉花棒绝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把耳垢越推越深。耳鼻喉科医师经常在门诊看到各种惨剧，许多患者贪图一时的凉爽，把棉花棒伸进耳朵搅一搅，结果原本松动快掉出的耳垢被越推越里面，形成一堵厚厚的耳垢墙，塞得耳朵听不见声音。还有人本来耳朵好好的，却因常年自己乱挖，搞得耳道皮肤发炎，又痛又痒，急性外耳炎，绝大多数都是这样挖出来的。更可怕的是，棉棒头上的棉花纤维有时会残留在耳道里，成了细菌和真菌的大乐园。曾经有一位女生，平时洗完澡总忍不住用棉花棒在耳朵里转2圈过瘾，结果最近老是觉得耳朵奇痒难耐，她跑去看医生，用内视镜一照，吓坏了所有人。她的耳道里竟然长满一层白色毛茸茸的东西，那不是别的，正是一大片霉菌菌丝长成的霉菌花园。他的耳道简直变成了真菌的开心农场，治疗起来相当棘手。你可能会想，哎呀，我用棉花棒这么多年也没出事啊，那应该只是少数倒霉案例吧。但悲剧往往就是在这种侥幸心理中累积的。2022年，台湾有位40岁女士就是一个教训。她多年来习惯每次洗澡后都用棉花棒掏掏耳朵，觉得这样耳朵才干爽干净。某天，她突然发现左耳听东西变得模糊不清，猜想是不是耳垢堵住了，于是顺手又拿棉花棒用力往里一探，谁知道只听啵的一声，他感到一阵剧痛，接着耳朵开始流血，赶紧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发现他的耳膜被戳破了60%的面积，而且破洞形状不规则，还有一些耳垢碎屑被推进中耳腔，引发了感染。几天后，他回诊时，医生发现他的耳内已经开始化脓，之后还得持续服用抗生素，最后需要进行手术修补耳膜。医生感叹，耳膜破裂通常可以自行愈合，可一旦破裂处发生感染，情况就复杂多了。这位女士的听力差点永久受损，
只因为一根小小棉花棒酿成的大灾难。类似的故事不止发生在台湾，不久前，澳洲有一名37岁女子，几乎天天都用棉花棒清洁耳朵，年复一年从不间断。她原以为这是讲究卫生的好习惯，没想到多年下来，耳朵经常流出带异味的粘稠分泌物，听力也越来越差。等到她终于去医院检查时，医生都吓了一大跳。她常年用棉棒挖耳，导致耳道皮肤反复受伤感染，细菌竟一路侵蚀到了颅骨。这名女子不但永久丧失了一部分听力，还险些因颅骨感染而丢了性命。这起骇人听闻的病例后来被记载在医学期刊中，再次向世人敲响警钟。棉花棒看似柔软无害，但长期不当使用，后果可能非常严重。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吧？其实根本没有人规定洗完澡一定要掏耳朵，这只是大家口耳相传的一个习惯罢了。我们今天已经揭穿了这个迷思，也让你知道了耳朵其实不需要你额外清理，它自有妙方。相反，你过度的好心清洁反而可能带来伤害。耳朵进水其实不用那么紧张，正确处理的方法很简单，只需3步骤。第一步，头偏向进水的那一侧，耳朵朝下，轻轻单脚跳几下，利用地心引力让水自己流出来。第二步，拿一张干净的面纸卷成细尖的锥形，只放到耳道口，让纸巾慢慢吸出残水。第三步，如果还觉得耳朵里湿湿的，可以用吹风机开冷风，在距离耳朵约半尺远的地方吹一吹，加速水分蒸发。这3招简单又安全，完全不需要把棉花棒塞进耳朵折腾。另外，平时如果耳朵发痒，千万别拿坚硬的东西乱抠。通常发痒是因为耳道皮肤太干或里面有细菌滋生，这时可以请医生检查，或是滴一点医用甘油来滋润杀菌，痒感就会自然消失。总之，别再用棉花棒霸凌你的耳朵了。许多耳鼻喉科医师都提醒，没有挖耳屎就没有伤害。这句话值得每一位爱挖耳朵的人好好铭记。讲完耳朵，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鼻子。你是否经常觉得自己的鼻子老是堵住，一到夜里就鼻塞难眠？天气变化或早上起床时，你是不是发现自己只能用嘴巴呼吸，甚至出门一定要带着一瓶通鼻喷剂，不喷就完全无法顺畅呼吸？如果以上情况让你频频点头，那么你可能真的搞错了自己鼻塞的原因，一直在用错方法对付它。关于鼻子的问题，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很多人以为鼻塞就是鼻腔里塞满了鼻涕，但其实引起鼻塞的罪魁祸首多半不是鼻涕，而是鼻腔内软组织的肿胀。鼻腔两侧有3对卷曲的构造，称为鼻甲或鼻甲骨，就像突出在气流通道里的海绵垫。在正常情况下，鼻甲内的血管会一侧充血膨胀，另一侧收缩，两边轮流肿大又消退，这就是奇妙的鼻周期现象。早在1895年，德国医生理查·凯塞尔就发现，人类左右鼻孔的通气状态其实是交替轮流的。一段时间内，左鼻孔比较通畅，右鼻孔则稍微肿胀狭窄一点。过几个小时后，两边再交换角色。这种生理现象让鼻黏膜有机会休息，也让空气在鼻腔内得到充分的加温加湿。所以，如果你发现，刚才明明右边鼻孔很通，怎么现在左边比较通气？别怀疑，这多半不是感冒，而是你的鼻子在正常的轮班工作呢。问题在于，许多人对鼻子的这种运作了解不多，一觉得鼻塞就猛擤鼻涕，甚至2个鼻孔一起用力捏住猛擤，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你的鼻子因感冒或过敏确实分泌大量鼻涕时，擤鼻涕当然有必要，但如果擤鼻涕的方法不对，麻烦可就大了。耳鼻喉是相通的，这点你一定听说过。鼻腔后方连着耳咽管，如果擤鼻涕用力过猛，鼻腔内的压力瞬间飙高，可能把粘液直接压进耳咽管甚至中耳腔，让细菌也跟着跑进去，结果造成中耳炎或耳咽管发炎。有些人一口气擤完鼻涕，立刻觉得耳朵闷痛，听声音像隔着一层布，那就很可能是擤太大力伤到了耳朵。同样道理，如果觉得鼻涕卡在喉咙，猛力倒吸回去也不好，因为吸进去的粘液可能经由相同的管道流向中耳，引发发炎。所以擤鼻涕千万别太用力，最安全的方法是放轻松，
就像吹蛋糕上的蜡烛那样温和地把气从鼻子呼出。你可以先深吸一口气，再轻轻用鼻子将气吐出，把鼻涕带出来，手指千万不要捏着鼻子硬擤，或者用另一个方法，先深吸一口气，用一只手指轻压住一侧鼻翼，闭上嘴巴，从另一侧鼻孔温和地将气吹出来，然后两边交替进行。总之，动作一定要轻柔，而且两边鼻孔要轮流擤。判断的标准是，如果别人能清楚地听到你擤鼻涕的巨大声响，那就是你用力过猛了。对付一时擤不出的鼻涕，可以用纸巾轻轻擦掉，剩下人觉得不通时，借助生理食盐水喷鼻或冲洗，效果会比你用蛮力硬擤好得多。记住，不要再把鼻子当喇叭一样乱按乱擤了，原本只是小小的伤风鼻塞，却可能演变成耳朵发炎这种大麻烦。除了用力擤鼻这个误区，其实大部分让你觉得鼻塞的感觉并不是鼻涕堵住了，而是鼻腔内壁的肿胀。尤其对过敏性鼻炎患者而言，鼻子一受到冷空气、灰尘或其他过敏源刺激，鼻黏膜血管就会大量扩张充血，下鼻甲瞬间肿大，堵住气流通道。这时即使没有太多分泌物，你也会觉得鼻子完全不通。于是当事人直觉会去寻找最快速的解决办法，拿起市面上常见的通鼻喷剂，往鼻孔里猛喷2下。这类喷剂多半是血管收缩剂，成分类似减充血药物，例如强甲唑啉，喷入鼻孔后能让鼻腔内的血管快速收缩，几秒钟内鼻塞就奇迹般消失。许多人第一次用就惊为天人，觉得找到了救星，于是只要一鼻塞就依赖它，渐渐的喷剂不离身，一天不喷就难受。你是不是也是其中一员呢？如果是，那可要当心了，因为你可能正陷入喷雾上瘾的陷阱。耳鼻喉科医师最怕听病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喷药我就鼻塞到睡不着觉，因为这往往意味着患者已经对血管收缩喷剂产生了依赖性，鼻腔失去了自行调节血管舒张的能力。一旦药效过去，鼻黏膜的血管会反弹性的更加肿胀，导致比原来更严重的鼻塞，逼得你不得不再喷，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现象就叫做反弹性鼻炎，意思是你的鼻子已经被药物养坏了。其实这类血管收缩喷剂的说明书上都清楚标明，不可连续使用超过7天。可惜大多数人不会去细看说明。虽然这种喷剂是缓解急性鼻塞最有效的药品，但若使用时机不对或连用时间过长，反而会让鼻塞变本加厉。要摆脱这种困局，其实得先重新认识鼻塞的真正成因。如果你是过敏体质，对尘螨、花粉之类特别敏感，那解铃还须系铃人。治本之道就是想办法改善过敏体质，或尽量远离过敏源，而不是一味依赖一支暂时收缩血管的喷剂。如果完全无法避免接触过敏源，那也应该在医师指导下使用类固醇鼻喷剂来减轻鼻腔发炎，而不是滥用速效收缩剂。许多人一听到类固醇3个字就吓坏了，觉得喷了会有可怕的副作用，甚至宁可鼻塞着也不用。但其实鼻用类固醇的剂量很小，大多只局部作用在鼻腔黏膜，进入血液循环的分量少之又少。研究也显示，给孩童使用鼻用类固醇并不会对他们的生长发育造成明显影响，而长期鼻塞却置之不理，睡眠品质不佳，血氧不足，对健康的危害可不小。别忘了，晚上睡觉时严重鼻塞的人，经常会因为缺氧而在睡梦中惊醒，长期下来还可能引发慢性缺氧导致的高血压或心脏问题。因此，当需要正规治疗鼻炎时，该用药还是要用，不要自己硬撑着不用。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的鼻子老是塞，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除了前面提到的过敏性鼻炎和喷剂成瘾，其实引起鼻塞的原因还有很多，有的是解剖构造问题，比如鼻中隔弯曲、鼻中隔偏曲，严重时会造成一侧鼻道长期狭窄，或者鼻腔里长了鼻息肉，也会阻碍空气流通。还有一种很特殊的状况，有些人明明鼻腔看起来很通畅，甚至做过手术切除了下鼻甲，鼻孔变得异常宽敞，但患者却觉得呼吸不顺，好像鼻子始终堵着，而且常伴随鼻腔干燥、刺痛、嗅觉减退，甚至严重头痛、失眠等症状。
这就是耳鼻喉领域中令人棘手的空鼻症。1994年，美国梅约诊所的克恩医师首次提出空鼻症这个名称，用来描述那些鼻甲组织被过度切除后出现的奇怪鼻塞状况。原来我们的鼻腔并不是越空越好，人类的呼吸器官结构非常精密，鼻甲帮助气流形成适当的涡流，使空气能充分接触嗅觉受器和鼻黏膜。当鼻腔里重要的构造被过度破坏后，气流变得过于顺畅，反而无法刺激到鼻腔内的神经末梢，大脑接收不到有空气进来的讯号，患者主观上就会感到透不过气。换句话说，这种情况下，鼻塞的感觉并非来自阻塞，而是来自过度通畅。听起来很荒唐，但对空鼻症患者而言却是切实的折磨。而且可以想见，如果患者不明就里，还以为自己鼻子不够通，不断使用各种通鼻方法治疗，只会让症状越弄越糟。再说一种常被忽略的鼻塞原因，自律神经失调。有些人做过检查，过敏原测试是阴性，鼻腔构造也正常，但就是常年觉得鼻子时不时不通，尤其当压力大或疲劳时，鼻塞更严重。一旦放假休息放松下来，鼻子反而舒服许多。其实鼻腔的血管受自律神经控制，当压力、疲劳导致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失衡时，也会引发下鼻甲血管的反应异常，让鼻塞感加重。有人称这种状况为血管运动性鼻炎，简单说就是压力造成的鼻塞。对于这种患者，如果一直以为自己是过敏或感冒，不停地吃药喷药，那当然不会见效。真正该做的其实是调整生活作息，舒缓心理压力，等自律神经平衡了，鼻子的症状也就跟着改善。不管是哪一种原因造成的鼻塞，长期用嘴巴呼吸都是一个警讯。正常情况下，鼻子除了嗅觉功能，还是空气进入肺部前的调节站。空气在鼻腔中被加温、加湿、过滤杂质，同时鼻腔还会释放一氧化氮来扩张肺部血管，提高氧气吸收率。如果因为鼻塞而长期改用嘴巴呼吸，这些重要的调节功能就通通丧失了。冷而干的空气直接进入气管和肺部，不但容易引起咽喉干燥不适，诱发发炎感染，还可能降低你的睡眠品质。很多晚上严重打呼、睡不好的人，其实就是因为鼻塞被迫张口呼吸。时间久了，对小孩子来说，可能会影响颜面骨发育，形成所谓的腺样体面容，上颚变长，牙齿外凸，脸型狭长。对成年人而言，则可能诱发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睡眠疾病。反复的呼吸中断会导致血氧下降，心跳血压剧烈波动，大大增加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因此，千万不要轻忽长期鼻塞和打呼的问题。如果你的鼻塞持续2周以上都没有改善，或者睡觉时鼾声如雷，呼吸不顺，那就一定要去找耳鼻喉科医生彻底检查。尤其是当你出现单侧鼻塞长期不愈，并且鼻涕中夹带血丝的情况，更要提高警觉，因为那可能是鼻咽癌等恶性肿瘤的早期信号。许多鼻咽癌患者的初期症状往往就是某一侧鼻孔老是堵住，怎么治都不见好，以为是顽固的鼻炎，结果其实是鼻腔深处长了东西。所以当鼻子出现这些异常警报时，别只顾着自己乱买通鼻药喷，务必尽快让医生找出真正原因。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耳朵和鼻子吧。先说耳朵，牢记一句话，耳朵不需要你额外帮忙清洁，它有自洁功能。千万别再用棉花棒、发夹、镊子之类的东西往耳朵里捅了，这些动作只会越搞越糟。平时洗澡、洗头，难免有些水进耳朵，不用紧张，出浴后轻轻侧头甩一甩，或者拿毛巾擦一擦耳廓就行了。想要耳朵干爽，可以试试前面教过的歪头跳、纸巾吸、冷风吹3部曲，不费力又安全。如果耳朵觉得痒，可能是太干了，请医生确认有无感染，然后滴一点橄榄油或专用的干耳药水滋润一下。千万别自己手欠乱挖，因为越挖只会越痒，恶性循环。觉得听不清楚，有闷塞感，别急着自己掏，很可能只是耳垢堵住了，或者是感冒导致耳咽管不通。正确的做法是让医生检查，
真的是耳垢栓塞，就交给专业人士用洗耳或吸引的方式清除，耳朵立刻就通了。切记不要自己在家硬挖硬掏，否则像前面那位女生戳破耳膜，那可真是后悔莫及。至于鼻子，别再以为鼻塞只是小毛病，也不要凭想象乱猜原因，一定要找出真正的元凶，对症下药，才能摆脱鼻塞的困扰。若是过敏体质，就配合医生治疗过敏性鼻炎，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规律使用鼻喷剂来控制发炎，不要自行觉得好了就停药。切记别把血管收缩喷剂当万灵丹，连续使用超过1周就该停，一旦发现自己离不开它，就要请医师协助戒除。有鼻窦炎、鼻息肉或鼻中隔问题，就按照专业建议治疗或考虑手术改善，但一定要选择经验丰富的医师，保留必要的鼻甲组织，避免落入空鼻症的困境。日常保养方面，可以每天用生理食盐水冲洗鼻腔，清除过敏源和多余的粘液，让鼻腔保持湿润。室内环境也要注意，睡觉时开个加湿器或放盆水，别让空气太干燥。睡前用温热毛巾敷一敷鼻子，按揉一下迎香穴，有助于减轻鼻塞症状。如果只是轻度的夜间鼻塞，可以垫高枕头或贴上扩鼻贴试试看。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忽视长期鼻塞可能带来的危害。与其自己苦熬或乱用偏方，不如及早找耳鼻喉专科医师检查治疗，找出病因，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最后，再回到开头的那2个问题，谁教你洗完澡要清耳朵？也许根本没有人特地这么教你，这不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然而，现在你已经知道，耳朵并不需要你额外清理，它自有办法保持干净，而你多此一举的清洁，反而可能伤害它。至于鼻塞的原因，你也明白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原因只是表象，鼻塞不一定代表鼻孔真的被堵住，可能只是鼻黏膜发出的求救讯号。呼吸不顺畅不一定是管道太窄，可能是身体内部的平衡出了问题。我们以为用力擤鼻，没完没了的喷药是在帮助自己，结果却常常弄巧成拙，让问题更加严重。事实上，有时候顺其自然反而是最好的治疗。耳朵有自洁功能，不乱挖反而更干净；鼻子有自我调节机制，不乱喷反而更通畅。或许我们都该试着相信身体本身的智慧，同时在必要时刻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是自作聪明的乱来。下次洗完澡，记得放下那根棉花棒，让耳朵自己变干爽。下次觉得鼻塞难受，也别急着往鼻子狂喷药，想一想是不是该换个方法。保护我们的耳朵和鼻子，其实就是从改掉一个个微小的坏习惯开始的。当你真正了解身体的运作原理，许多不适症状将迎刃而解，生活品质也会随之大大提升。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你从中学到了新知。也许从今晚开始，你就能睡得更香，呼吸更顺畅，你的耳朵和鼻子都会感谢你对他们的善待。